糖是人类的快乐源泉之一，不论是爱豆发糖还是自己吃，总是能爽到。但是这种爽往往带来负罪感，喝了多少甜的饮料，就会计算流下多少咸的汗水才能抵消。曾经被数学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你，硬生生被减肥逼成了心算大师。于是你躁动不安的味蕾又转向了无糖饮料，但是喝的时候心里仍然忐忑，无糖饮料真的健康吗？在说无糖饮料之前，我们先说说糖。我们平时喝的普通含糖饮料，比如碳酸饮料、果汁、奶茶，甜味来自其中添加的糖。最常用的是蔗糖，包括白砂糖、绵白糖、冰糖等等，或者是高果糖浆，也就是由葡萄糖和果糖组成的一种混合糖浆。这些饮料的含糖量都很高，一罐330毫升的普通费加快乐水就含35克糖。最近，元气森林就因为糖分标注引发了争议，它在一款乳茶中标明零蔗糖，模糊了零蔗糖与零糖的区别。其实配料表里含有结晶果糖等其他糖分。糖不仅是致肥元凶，还是健康杀手。过量摄入糖分会引发肥胖、2型糖尿病和心脏病等健康问题。根据2016年版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》的建议，每天摄入的糖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。因此，全世界都在和含糖饮料对抗。迄今为止，已经有40个国家根据含糖量对含糖饮料征税。为了让人没有负担地享受到甜的快乐，无糖饮料应运而生。在中国，国家卫健委批准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规定，每100克或毫升少于0.5克糖才可以标注为无糖食品。无糖是因为使用了人工合成的甜味剂，也就是代糖，代替高热量的普通糖。最常见的代糖有阿斯巴甜、安赛蜜、糖精、3氯蔗糖和纽甜等。健怡可乐就曾分别用过阿斯巴甜、安赛蜜和3氯蔗糖作为代糖。这些甜味剂热量极低，味道类似于糖，甜度甚至可以达到2万倍。也就是说，极少的甜味剂就可以产生与大量的糖相同的甜味。研究表明，蔗糖浓度为 12.5% 的浓缩咖啡，用甜味剂达到相等的甜度。3氯蔗糖、阿斯巴甜、纽甜的浓度分别只有 0.016%、0.055% 和 0.002%。而且，相比于普通蔗糖，甜味剂在口中停留的甜味时间也更长。此外，人体能够代谢的代糖量也很少。比如3氯蔗糖，大部分不会被人体的肠胃吸收，而是直接随粪便排出体外。而被吸收的3氯蔗糖也会被肾脏清除，并从尿液中排出。这么看，无糖饮料真的是减肥人士的福音吗？低卡甜味剂能够减少食物和饮料中的能量密度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无糖饮料确实可以帮助控制体重，但效果并没有那么明显。有学者综合了很多研究发现，平均只能减0.8千克。那么代糖会不会影响健康呢？权威医学机构英国癌症研究称，目前大量证据表明甜味剂对人体是安全的。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机构也都批准甜味剂的使用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人工低卡甜味剂就有6种。在中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里也规定了7种能用的人工甜味剂。当然，脱离剂量谈毒性都是在耍流氓。甜味剂也有安全剂量。FDA 规定，阿斯巴甜每日的摄入量应控制在每千克50毫克以内。也就是说，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每天可以摄入3000毫克，而一罐340克的无糖可乐只有200毫克的阿斯巴甜，只要一天不喝超过15罐就没什么问题，除非你像这位老哥一样喝。但是声称无糖的街头奶茶，减肥的你最好还是躲它远一点。2019年，江苏某市抽查发现，有的奶茶标注为无糖，但每100克饮料中含糖量高达7.8克，是国家无糖标准的15.6倍。但就算如此，又有谁能戒得掉奶茶呢？被找还被找 ，OK。